这当中啊，其实6月2号呢，黄仁勋在台大的演讲也给大家上一堂非常珍贵的课。黄仁勋在台大讲台上侃侃而谈。第一个呢，他告诉大家 AI 的未来，他把台湾当成 AI 最重要的核心。同时呢，他也预告各位财讯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这礼拜呢，全台湾都笼罩在黄仁勋的旋风当中。我相信黄仁勋在台湾啊，他对台湾所造成的影响力也是空前的巨大。欢迎您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同时呢，2024年也是财讯50周年。回首过去，我们陪伴着读者一路从季刊、月刊、双周刊，再到网络和影音，但始终不变的是我们对于台湾价值的认同和坚持。如果您也跟我们一样珍惜这份共同的理念，欢迎您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或是留言赞助支持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再迎接下一个50年。那么从520开始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从赖清德总统上台之后呢，他在就职大典当中，他提出的两岸互不隶属关系，触怒了中国的敏感神经。从此之后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在中国为期2天的军演，最近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啊，特别对台独放狠话，他认为对台独是瓮中抓鳖。那么我们大家看到，除了军演对台湾的压境之外呢，中国的经济也不断绕境，而且不断的频频挑战海峡中线，这个压力呢从来没有疏解过。另外呢，大家看到在蓝白在立法院的扩权的行动呢，空前的激烈，再加上艺人的选边，也给台湾带来非常大的压力。这当中啊，尤其以五月天啊受到最大的瞩目，因为大家认为他是爱台湾的，但突然之间呢，他说出了他是中国人，然后呢要到北京吃烤鸭，这个话呢也触痛所有支持五月天的观众。上个礼拜我特别提到，饮水要输盐，同时呢吃果子啊要拜树头。你的缘起的地方，如果你不珍惜，那么这个时候你一脚踢开，用刀子捅它，我相信在这一块土地成长的每一个人啊，一定会不谅解。我们也看到，在重大压力当中呢，其实台湾的股市啊不断上涨，其实也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另外不同的想法。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过去这几年，经济学人把台湾当成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所以从2020年开始呢，外资一路大卖台湾，从20年卖到2023年，总共卖超台股1兆2000多亿。台股不但没有被外资啊卖下来，而且呢不断的创新高。大家可以稍微反思一下，最近大家也谈到，当年在2015年的时候，紫光集团要并联发科，但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紫光集团不知道跑哪里去了，赵伟国也不见了。但是台湾的联发科呢，现在反而更加茁壮，这当中啊，台积电更是重中之重，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值得好好深思。我在脸书上看有人在写，他说台湾犹如摩西的应许之地，一群精英啊，冒着生命的危险，那么突破了红海来到此地。台湾从来都在唱衰当中，或是在中国的压力当中啊，逐渐的壮大。我们也看到 FB 上有一则对柯文哲先生的说法，他说如果赖清德当选，外资会跑光，台湾的经济会非常的差。但是这个话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一回事。我们看到在今年的4月呢， Google 决定加码投资台湾，新北市啊第2栋的硬体研发大楼呢也开始在进行当中。那辉达这一次呢，第2座的研发中心啊落脚在高雄软体园区，它要跟鸿海一起进驻。那2024年的6月，这一次苏中回台湾呢，它也要投资50亿在台湾建造 AMD 的研发中心。我想所有的研发中心啊陆续都来到台湾，而这当中啊，我要特别再给大家强调，台湾的资金呢，尽管唱衰台湾者众，但是它还是络绎不绝跑到台湾来。所以我们大家看到2019年的时候呢，台湾的存款 1.5 兆以内，但是呢2020年之后呢，那一年增加 4.2 兆，后面的增加的幅度力道呢都大大的超越，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景象。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在中国对台湾的压力当中啊，在上个礼拜呢，最大的压力呢是终止134项的 ECFA 的关税减让，北京再度出手，统派很多人呢配合演出，认为台湾呢在未来可能会有一段坎坷。经济部呢，它是用比较缓和的语言来说，经济部协助厂商应用，但是呢，你看到两岸经贸问题，这个像经济日报它就讲必须要严肃面对，然后呢，这个连中国都不敢讲，它只
敢讲大陆就终止ECFA呢，他认为会对台湾带来非常大的危险。那这当中其实大家值得注意，两岸关系很好的时候呢，台湾台商投资中国的金额非常大，两岸关系不好之后呢，台商投资金额不断的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受害者是中国，但是受益者呢是台湾。所以你可以看到经常站出来骂台湾的政府，那么讨好北京的呢，大概他们的企业啊都不是很好。你看到相邻的中国的收益啊，每年都赔钱哦，去年呢赔了 10.19 亿，第一季呢再赔 3.33 亿，这个情况是严重的。亚东集团呢23年是亏损 36.07， 就中国投资的亏损，第一季呢再一次亏损 1.74 亿。那么我们也看到台玻呢过去从中国的收益在2021年的时候 106.77， 但是第一季啊它已经亏损7639万。冠军呢在中国的投资啊2021年赚了 6.24 亿，但是呢此后每一季啊都赔钱。那台塑呢其实也同样的情况，台塑三宝在2021年都赚很多钱，台塑是到106亿，南亚到190亿，但是南亚第一季也亏损。这个情况也告诉大家，把中国当成祖国，经常用脚踢台湾的，其实最后的结果都不太好。你看到这个王雪红的宏达电呢，股价从2011年之后呢，到了1300块，从此再也没有回头，这是也给台湾的企业呢要引为阴鉴。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台湾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呢，现在在2021年到达最高点1046亿，这一年大概台湾的企业在中国的收益是最高的一年，但是呢，到23年剩下728亿了。这当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台湾对中国的贸易的占比最高 43.9， 现在已经降到 30.7， 到4月，那5月最近要公布了，2月的时候最低降到 29.2， 但是台湾对美国的贸易的出口的占比从 11.7 呢，现在来到 23.5， 所以这个美中角力之下，台湾对美国的出口大幅上升，对中国的半导体为主的零组件现在看起来也是呈现一个在下滑的状态，所以台湾的出口现在成长力度趋缓，最重要一块是因为对中国的贸易的占比正在往下滑落，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值得高度关注的。所以我在形容中国取消台湾的 ECFA， 即便完全取消，对台湾的经济呢带来的影响大概不会太大。这是大家在面对中国压力当中啊，我们看到从军演开始到立法院的乱象，一直到 ECFA 的终止，大致上呢这个都冲着台湾来，也告诉大家台湾最大的生存的危险来自中国。那台湾有很多人把中国当爸爸，那这个时候呢，我想也是大家应该调整焦距的一个关键时刻了。如果你对保护你的父母不断的拳打脚踢，对不断的压迫你父母的仇人不断的拥抱，我想这个在台湾的社会不会得到谅解。我想这是一个未来大家要好好省思的地方。好，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延伸，当中国对台湾施加无限大压力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公开挺身而出，那个人就是黄仁勋。所以我想黄仁勋在这段时间，第一个呢，他停留台湾的时间很长，第二个呢，他尽情的去吃台湾的小吃，除了他自己吃以外呢，他把众多的老板也带去吃小吃，他把张忠谋、林百里带到宁夏夜市去逛夜市。我相信这样的场景一辈子大家都没看过，为什么呢？我们张董事长90几岁了，这个年龄还会逛宁夏夜市呢，只有黄仁勋能够请得动他。这个也告诉大家，他化身台湾大使，行销台湾的功力一流。另外一个，他把所有供应链的厂商呢席开7桌。那么这一次呢，到砖窑古早味餐厅，大致上大家可以看到他点的菜呢，最贵的大概叫芋头米粉880块，那这一桌加起来大概4230块，价格非常的低廉。但是黄仁勋呢，每一个动作其实都在行销台湾。黄仁勋呢9岁离开台湾，但是呢他想的都是台湾的故乡的古早味。很多有心人把黄仁勋到过的小吃店呢整理出了一个台北美食地图包括捷运的美食这次他也告诉大家叫怎么去吃这个大家上网可以浏览一下。这当中其实6月2号呢，黄仁勋在台大的演讲也给大家上一堂非常珍贵的课。黄仁勋在台大讲台上侃侃而谈，第一个呢，他告诉大家 AI 的未来，他把台湾当成 AI 最重要的核心，同时呢，他也预告未来移动机器呢会成为 AI 的主流这当中台湾是一个最重要的起点。他在讲台湾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台湾是珍贵的伙伴集中地，而且回答一切都从这里开始。那黄仁勋一直在讲台湾，你可以看到他说 PC 都将变成 AI， 台湾从 notebook PC 一直到他说可以放在口袋的 PC 呢是手机，可以移动的仪器这个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在 AI 时代的机器人。所以他也亲自揭露未来 AI 革命的一个
模式。那这当中啊，台湾有众多的电视台对黄仁勋的演讲进行实况转播，这是大家难以想象的。黄仁勋呢，他透过他的专业告诉大家 AI 的未来，很多台湾的老百姓呢锁定电视机呢，听的黄仁勋在畅谈未来 AI 的趋势，这个教育的效果，我相信台湾前所未见。从这一次一个在演讲最后的2分钟，黄仁勋呢列出台湾的供应链的伙伴啊，每一家都有他的角色，也包括大学院校，他把列出来了。所以他特别强调，他说台湾就是起点，他秀台湾地图，也让全世界看到。大秀台湾地图的时候呢，中国的地图不见了。那换句话说呢，过去台湾很小，中国很大，但是呢，这一次倒转过来，刚好你看到有台湾没有中国，所以这个总结一句话是：台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国家，台湾是辉达的一部分，辉达也是台湾的一部分。那么台湾是 AI 时代的中心，台湾是辉达的伙伴的家，支持辉达超过30年，很感谢台湾。这个黄仁勋的演讲之后呢，2大经济性的报纸集中在修理黄仁勋所以他说台湾集中在 AI 产业是人类之福吗？另外一个他讲到5缺之下呢，不要忽视传统产业。刚才我特别提到 ECFA 里面他所牵连就是台湾的传统产业。如果传统产业只寄望中国关税减让，不知道要转型，要创造高附加价值，政府再使再大力都没有办法。所以对未来的人类的普世价值，你有没有办法去重视它？我想这是一个大家值得好好去协商的。你看到经济日报特别在讲，他说光靠黄仁勋无法解决台湾摊商困境，他讲开放陆客观光才是正道。那大家可以想象得到，2015年呢，陆客来到台湾呢428万人次，但是呢，那一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是历史最低，而且呢，台湾的半导体几乎全面面临空前危机。那一年茂德破产，这告诉大家，开放陆客来台观光呢，也救不了台湾的经济，这是一个大家值得回头思考的本源。在美中角力方兴未艾的时刻呢，美国它限制 AI 晶片卖到中东，也告诉大家，中国透过中东呢获得的 AI 晶片呢，这个数量太惊人。那么现在美国下手拦阻中国。那寇鲁曼最近提到，中国宁可倾销全球，也不愿意提振内需。他说中国真奇怪。叶伦其实很早就在讲这个重点，他说中国特定产业的产能过剩对全球造成威胁，最重要是电动车。讲到电动车呢，我们大家看到，到6月4号为止，全球第1大市值公司呢 Microsoft， 第2名是 Apple， 它已经到 2.98 兆了， NVIDIA 呢到 2.864 兆。其实这3家公司已经旗鼓相当。现在 NVIDIA 呢有没有办法率先超过 Apple， 值得大家拭目以待。后面是 Alphabet， 然后呢 Amazon， 然后呢到沙烏地阿拉伯石油公司 Aramco， 它已经变成世界第6大。NVIDIA 超过 Aramco 的时候呢，它其实也告诉大家，晶片算力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石油，这是一个新时代的里程碑。最近我们也看到马斯克呢也受到大家高度的瞩目。我们看到今天 NVIDIA 能够不断的崛起，不断往前奔跑，但是呢，特斯拉不断的在股价下跌，现在的市值剩下5574亿。在5月1号，这个马斯克给莫迪放鸽子，那跑到中国去了，引发印度的媒体大肆挞伐。你可以看到这个举动看起来是已经这个放弃印度市场。莫迪在这个礼拜呢，他是高票再度蝉联第3任的总理。我相信印度开始又有一个新的时代。那特斯拉呢，在上一季呢是出现销售量下滑30%，那么状况特别差。那这个面临裁员的风暴，这个最近大家来讲，特斯拉的马斯克到了中国之后呢，股价反弹12%。这一次黄仁勋跟马斯克最大的差别在哪里？黄仁勋呢是带领台湾的 AI 供应链呢，大家一起走向世界，所以有利共享。马斯克是斩草除根。你知道电动车的原型从台湾开始，那个时候的和大，那个时候的富田都是特斯拉最重要的供应链。但是呢，2017年这个马斯克决定在上海设超级工厂之后呢，接受的条件是100%的零组件必须完全在中国采购。他一举把台湾的供应链呢就革除了。那革除以后呢，特斯拉也同样他造就中国供应链，同时呢也让比亚迪、蔚来、小鹏、理想包括小米不断的攻城略地。那么现在呢，中国吞噬了特斯拉，同时中国的电动车也正在吞噬全世界。这个模式也给大家带来非常大的警戒。马斯克能不能卷土重来？这个时候呢，他的包括 SpaceX 啦，或是他的 AI 初创公司能不能再度领风骚？
值得大家拭目以待。那么节目到尾声，还是要提醒大家，对民主自由的信仰，这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如果你拥抱独裁者，你的企业呢，可能也会走入历史的沉积，这是一个大家高度值得关注的。当你对独裁者、对集权者跪倒在膜拜的时候呢，可能你的企业、你的前途可能也会陷入严重的危机。这一点再度提醒大家，台湾虽小，但是台湾充满生命力，台湾在民主大道上还可以自由飞翔，那么这是值得大家拥抱的幸福之地。那么今天感谢大家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